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统帅一直不断的在推出，一直不断的在更代，再加上年度剧本统帅巅峰期朗纳尔的出现呢，其实有不少的玩家在想着到底要不要去培养 CP。再加上最近珍珠的出现直接替换了布迪卡的位置，所以就有些玩家担心说第6代统帅会不会全员淘汰。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内容，就是司机 CP 还有布迪卡是不是已经被淘汰了，第6代统帅全员淘汰。玩家会这样子认为也不是没有原因了，因为第6代的统帅已经全员上去每日特惠宝箱了。另外一点也是在前几代的统帅呢，确实大多数都已经被淘汰了。我们来看一下列表，像今年依然还有玩家使用的就包括关羽跟威廉，至于里程柜是个别案例，那个我们就不包括在里面了。那现在关羽都已经被替代掉了，很大可能就连威廉也是会被淘汰。难道关羽的消失是因为 SP 朗纳尔吗？我个人觉得不是。其实我坦白说啦，真的除了老玩家之外，新玩家是真的不会再去培养关羽了。像新的玩家如果打算直接培养一堆步兵的话，就直接是用刘彻搭配 CP 而已，不会有关羽的选项。就算是要组成2队步兵，也是会选择旧的统帅已经是觉醒了的，而不是到了征服赛季或者是 KVK3 的时候特意去觉醒一个关羽。甚至就算朗纳尔没有出现，玩家也有可能选择刘彻搭配亚历山大，接着使用 CP 搭配里程柜，或者是搭配其他的步兵统帅，像是理查之类的。只不过现在 SP 朗纳尔的出现是直接把关羽的位置给剔除掉了，因为玩家会选择素质更高的统帅，而且 SP 朗纳尔的功能更加多比起关羽，而且关羽的报告在我的队伍里面都是排行倒数第1或者是第2的报告。目前也是11月了，也就等于说2025年可能不会有关羽的存在，或者是比起今年还要更加少。至于威廉，其实他的培养成本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大多数玩家都不会选择威廉优先。像如果只是使用一队骑兵的话，都会使用霍去病贞德或者是司机贞德。只有使用2队骑兵的玩家才会考虑威廉，但是也只是考虑而已，因为我们可以用里程柜搭配在2队骑兵里面。而且我们讲威廉要淘汰已经讲了快要2年的时间了，他也是时候要被淘汰了希望啦，希望明年3月威廉是真的可以换掉了。 OK， 言归正传，我们回来讲一下第6代的事情。究竟第6代统帅会不会有可能被替换掉？如果他被替换掉的前提是什么？那我们先从布迪卡开始吧。其实布迪卡被替换掉这个是最明显的，其实珍珠是真的完全可以替换掉布迪卡的位置。就算新的玩家他们不选择去搭配珍珠也好，因为珍珠它是单体统帅，又只能回血有辅助的效果而已，它完全没有多大的输出。玩家还有第2个选择，就是用亚速搭配里程柜，不一定要选择布迪卡或者是珍珠。那么在之前我就有跟大家讲过了，如果新出的第9代工兵也就是珍珠啦，那时候还没出现它的技能数值，要替换掉布迪卡的前提就是行军速度要比较快，它的数值更高，直接伤害更高，并且还要有 AOE。虽然 AOE 跟伤害高这2点呢是没有在珍珠上面显现出来了，虽然是珍珠它的直接伤害确实是挺高的，但也就是因为它的技能里面太少伤害提升了，就变成说它打出去的伤害其实并没有比起其他的统帅来的更高，更多的是在群体效益上，确实它的数值会更高，还有行军速度更高，但报告出来的表现还是比起布迪卡还要更好的。所以第6代里面确定已经被淘汰的就是布迪卡。下一个就是 CP 了，因为最近 SP 朗纳尔出现了，有一些玩家在想着说会不会之后就变成刘彻搭配 SP 朗纳尔，而把大 CP 给替换掉。那老实说，如果是使用一堆步兵的话，有很大可能我们是不需要去培养 CP，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玩家还是会选择2队步兵了。尽管是使用5个部队的玩家，有可能是2队步兵、2队骑兵、1队工兵，或者是2队步兵、2队工兵、1队骑兵。因为目前步兵能够在野战使用的统帅其实还蛮多的。之后2队步兵的选择就是华莱士、刘彻、朗纳尔 CP， 所以 CP 的地位还是存在的。那么 CP 有没有可能在明年会被淘汰呢？有这个可能性，不过还是要看官方他们是怎样去设计明年的步兵统帅。比如说今年他们还是往重击方面去发展，也完整了重击天赋的体系。假设说明年还是推出重击统帅，并且是有 AOE 可以搭配刘彻使用的话，有可能就会变成新的步兵统帅搭配刘彻。又或者是不是重击伤害统帅的话，就变成说有可能会替换掉 CP 的位置，变成朗纳尔搭配新的第10代步兵统帅，刘彻依然是搭配华莱士或者是亚历山大使用，但是替换的前提就是也是一样要有 AOE。像是如果搭配刘彻重击伤害的统帅来说的话，他就必须要提升防御力还有生命力，因为刘彻他本身就已经有提升攻击力了，并且是要以重击天赋为主的，就由新的统帅作为主将，刘彻作为副将。
因为像目前刘彻能够搭配使用的统帅华莱士跟亚历山大其实都是单体统帅，就连哥哥也是单体统帅，所以肯定是要推出有 AOE 的统帅，玩家他会考虑去替换掉。还有就是看他的主动技能到底有什么 debuff， 其实像刘彻他的主动技能的 debuff 呢也不是说特别好，只是降低对方的行军速度而已。如果推出的第10代步兵是终极统帅，并且可以降低对方的防御力，或者像贝利那样子的技能可以让对方需要的怒气提升，甚至可以增加自己对5 buff 的技能也好，都可以做主将。但是相反的，如果官方在明年推出技能伤害的第10代步兵，出现 AOE 只是最基本而已。像 CP 它本身就已经有 AOE 了，而且是3个目标，就等于说新的统帅要么它就是半圆形打5个目标，或者是圆形范围5个目标，否则光靠有 AOE 这一点呢是很难把 CP 给拉下来。再来就是攻击跟生命方面也是要有提升，本身 CP 它的攻击力就已经有提升 40%， 还有 20% 的生命值提升，还有行军速度的提升，如果没有像 CP 这么多的话，其实也很难替换掉。只能说目前我们所使用的 CP 的缺点比较多的就是比较少爆发，并且直接伤害系数也不算特别高，如果是根据版本更新来说的话。但是在之后推出的朗纳尔搭配 CP 的话，它的伤害就会有所提升，就变成说这个队伍输出也不会太低，所以还是可以稍微弥补一点的。假设玩家真的要等到第10代步兵的话，也要等到明年6月，在那个时间之前呢，至少我们还是可以用大半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担心。最后一位第6代的野战统帅司机呢，其实有很多玩家都认为说司机不太大可能会被淘汰，因为司机的3维提升太高了，不管是防御、攻击、生命都有提升，所以如果真的要推出一个新的统帅替换他的话，就真的很难。但是不代表司机不会被替换掉的，被替换掉的前提就是有更高的输出、更高的3维提升，还有更高的通用性。那我们想一下，上一次司机替换掉的人是谁？也就是跟他一样有3维提升的萨拉丁。那同样是单体统帅，萨拉丁输在哪里？萨拉丁没有破防，他只有克制对方回血而已，但是到了后期其实没有多少的统帅是有大量的回血的，再加上司机的单体输出确实是比起萨拉丁还有更高的，也就等于说如果下次官方要推出新的骑兵统帅，要么就是有 AOE 的，就算是单体统帅，但是他的直接伤害也要比起现在司机还要更高，可能有2600到2900之间的伤害。但是我认为新的统帅应该是很难超越司机的防御力降低了，因为如果是用多个队伍去围殴敌人的话，司机的防御力降低可以提升到 45%， 除非新的统帅可以突破这个数值，或者是有更加好的 debuff， 就比方说朗纳尔他就有出现一个夺取的技能，基本上每个回合都可以夺取对方 20% 的行军速度，还有 20% 的攻击力，或者沉默对方，让对方需要的怒气提升，让对方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等等，这些都可以。再来就是最重要的一点，3维提升至少要 20% 以上，可能 25% 左右，还有包括其他的技能伤害提升、额外伤害提升，当然会更好。但是我还是那句了，就算是推出了新的统帅，比较大可能还是替换掉威廉的位置，而不是司机的位置，除非策划又搞事情，下一个推出的骑兵统帅又是单体统帅，那个就没有办法了。再推出单体骑兵统帅的话，这个是真的太离谱了，我们现在真的太多单体骑兵统帅了。但如果他是强硬要推出单体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淘汰司机或者是霍去病，但我个人觉得霍去病是比起司机还要更重要一点哦。但我还是依然觉得很难超越司机，因为司机在我的报告里面真的是排行前3的报告，除非官方真的是设计到任何一点都比起司机更好的骑兵统帅之外，否则我是不会替换掉司机的。大不了我就是用霍去病搭配新的单体骑兵统帅而已，我不会替换掉司机的。不过我还是希望骑兵可以推出有 AOE 的啦，真的是太久没有见到有 AOE 的骑兵统帅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第6代的野战统帅有什么看法呢？你们觉得谁被淘汰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你们对未来的新统帅能不能替换掉旧统帅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